出事了，出大事了，朋友们 ！MM2H 就在我录制视频刚刚剪完框架文件的时候，也就在现在，网上已经在直播啊，说买房是必须项。哎呀，那我们的分析内容啊，除了买房的这个部分要做修正，其他分析的框架对待第二家园的态度还是不变。但是啊，确实加上了买房这个必选项，我到现在都不敢相信啊。那么第二家园的吸引力对绝大部分人来说已经是好，打起精神啊 ！MM2H 的最新框架已经出来了，开心一点啊！怎么感觉没有什么精神啊？看了这个觉得白等了半年。就本来以为这个新政出来吧，好像第二只靴子已经落地了。看完这个东西吧，一方面是怀疑自己的阅读理解能力，我觉得基本上没怎么看懂。第二个呢，觉得好像说了很多，其实还是没有说，还要再等下一波通知。好，那现在的状况啊，是旅游部长他已经把一个所谓通过政府内阁的最新框架。注意用词，他讲了，他是通过了一个框架发布在他的 Facebook 上。至今啊，旅游文化局的 MOTEC 网站上是查不到任何信息的。我觉得真的张部长伤害了我的感情，我感觉自己去年12月底的这个所有他的这些放风，好像在这边对重大的变更，真的是不明白面子书发布了之后，会不会旅游部的官宣还会有出入？我有很强烈的不安感。好，那我们作为 MM2H 的持有者，相信你的不安也是替正在申请的其他人会感到不安。那我们要讲分成我们观察到的，从它的细则、代理啊、对象、费用、房产等等一个来讲。刚刚你讲的其实就是这一份的框架，其实细则还是不清的，这是要注意的事项啊。对啊。我发现呢，还有这个细则到底接下来什么时候会公布？公布以后，就像你讲的。会不会再去改一改？很难讲。对啊，对吧？虽然说是近日公布，但根据我们对大马的和之前的了解，有可能变1-2个月都有可能，很难说。我跟你说，之前我们的观众给我们写邮件说，他甚至有点不乐观的觉得，说明年春节之前这个东西都不一定会落地啊。其实我也觉得差不多要到年底，但考虑中马建交50年哈，我觉得弄不好。东风，其实我觉得今年有可能还是会推出的。那这个呢，大家要注意哈。同时，它里面有提到说，关于一些代理的资质，可以上网去查。那么究竟怎么查，上哪儿查，还是我看是看不到的。现在上 MOTEC 网站你能查到的一个代理220多家，应该还是之前公布的。这个讲着我们讲到第二个问题了，关于代理的问题。我们不是代理，我们俩也不做代理，但为什么代理这个问题重要呢？这不是从今年4月份开始啊，张部长他就一直在跟媒体放出这样的消息，所有的老2家代理都要进行重新洗牌。这个重新洗牌是通过重新注册、重新审批、重新发牌来完成的。但是从现在昨天晚上新出来的这样一个消息来看的话，其实你感觉他是现在只是把重新申请的条例给写好了，但是老的代理要去提交申请进行审批，这个动作还没有启动啊。那也就是说，现在还要等代理重要的当中的一员全部被 qualify 之后，我才可以作为申请者去找合适的代理，对不对？对，我认为代理之所以重要呢，因为现在的第二家园你是不能 DIY 了，你只能通过有资质的代理。那么对于那些还在观望的申请者来讲，他就要去查到底谁是有这个资质的。现在如果按照现在我们的理解的话，现在是没有一家是具有新的。对，因为那些代理他们自己都不知道接下来啊该怎么申请，我们要申请的人更加是查不到哪些是符合他的资质的，所以这里面又是有一团乱麻。对，而这个问题也很重要。我看旅游部网上的大概7张 PPT 的这个宣传画册啊，大概有3页到2页都是关于代理的。这个我们不具体展开啊，但是看起来代理如果搞不定，那申请者肯定也是没戏。肯定是嘛。你想去年12月到现在，代理们现在都是等米下锅，所以是属于白板的状态啊，好可怜啊。是的。好，讲完这个呢，我们来讲第3个问题啊，就是关于申请人的一些资质这个问题。最劲爆的就果不其然，你看我们之前几期一直提醒大家，红卡
不要等红卡，甚至于忘了红卡。对，现在特地补充说，这个现在既有的3组都是不具备资格申请 PR 红卡的。它这是一个移居项目，不是移民项目，它是再次加深了这样一个认知。对，那第2驾员仍旧是代表了大马这个签证的最高等级不要再想红卡这个事情，甚至用的字眼我看也是比较重，什么禁止申请的禁，不具备这个资格，说得很清楚。当然在公告中就没有再提之前自己的说法不一致的问题了。还有一些关于资质的问题就像之前我们 EMM2H 那一批2加的人，他们要追加家属，就我在节目中也讲过，有些朋友碰到的尴尬之处，追加家属追不上去嘛，这个问题已经耽误了有半年左右的时间了。对，从去年12月到现在，那些人他们不停的以旅游签证SP 或者某些特殊的2加等待签证在大马，他们的生存状况是很难的。为什么新的政策靴子还没有落地，不让他们办，也没有解释这个问题，更没有弥补任何措施？他们到现在还是没有一个更新一步的结论，反而关注点在说新的政策马上就会出来，代理可以准备提交了，这是目前的一个进展。另外有个关于资质的小问题，这倒是这次有加分的，他有特别在文件中提到，如果主申请人在持有签证期间去世的话，那这个身份是可以转移的。所以这已经比我们这个 EMM2H 要更好了。对，我觉得这个是加分的。其实我一直挺担心这个问题，因为我们家我是主申请人，我在想万一这个有个什么乱七八糟问题的话，那一家人不都受影响吗？就是说现在老的这些主申请人如果不幸过世的话，他有继承权，他会到一个 first next king。他说我想说的是，老的这些项目如果是主申请人他亡故的话，他的这些依亲，他的签证就自动失效了，对吗？对，现在这个是比较好的。对的。那讲到资质呢，还可以讲一讲，像我们老一批就我目前理解，我们是5年的，但是 renew 一次5年变10年应该是没问题的。那我也请教了当时代理，我说再以后renew 可以吗？他说是可以的，不过我是找不到任何法律依据的，而且以现在不停的关闭推出新的政策，我这里其实对第2驾员产生一种强烈的不安全感、不信任感。对啊，我觉得很有可能随时把你拿掉都有可能的，你们就请回吧。对啊，这就是你对他的政策制定的未来的这个预期，它的稳定性已经打了很大的问号了嘛。我们也有朋友，他们是老2加10年的，他们第一次已经10年过了，延过之后，他们前2天不是也在问吗？第2次他已经续了，但他已经感到不安全感，他也很担心，对，就是说未来还能不能再续，是没有人告诉他的。对啊，我听说目前这个一切确实处于非常不清楚的状况有很多代理都组团在学习在想各种各样的对策来了解中间的不清楚的东西。好，那讲完资质，我们快来讲一个接下来比较重要的问题，就是费用。这一次新的2加政策，依据我们已知的框架，大概会涉及到哪些费用？费用分别是多少？首先最重要的费用是因为它已经把它分成了3组嘛。最重要的话，我来看铂金组是要有定存100万美元，黄金50万美元，白银是15万美元。对的，这倒蛮好了。其实对申请者来说，就是避免了一个换2次汇率的汇率差嘛。我的意思是指对我们中国人来说的话，因为马币并不是中国可以自由兑换的外币嘛。那么我们直接在中国兑美元是最方便的，打到境外账户之后，在马来西亚存美金也不错。但是在我看起来，这里面又有 unclear 的地方了。因为这更像是一个自己内部的工作文件，你如果对外的话，代表马来西亚形象就应该像之前一样告诉别人定存多少马币。这个美元让我觉得它是不是没有换算过来，或者说它有没有可能说你中国人不是换的是美元吗 ？OK， 你到时候去大马定存的时候，请你存到美金账户，我们要用你的美金，不好意思，会是这样的。那我这不是挺好吗？他把自己的货币跟美元就等于是挂钩起来，或者是直接用美金来结算，这我是觉得对是申请者友好像有可能吧，当然有可能有这样。通过吗？我倒是认为马来西亚作为一个主权国家，拥有自己马币为主权货币，应该就是让别人存马币、写马币。这里写着美元，突然转换过来，就让我感觉一怪，我觉得有点怪。好，第二个费用，你看为什么这里的参与费它写的是马币呢？它没有告诉你是美元呢？有道理，而且不低哦。以前有参与费吗？我们那个时候没有。对，这是关于费用的一个小问题。什么叫参与费呢？
没人了解，他只是说啊，这是一个家属无需缴纳，就说是言下之意是主申请人要缴纳的，而且是一次性缴纳的。这个费用啊，白银1000还好，黄金3000到铂金要缴纳20万，20万马币哦。跟中介代理费又是两个概念了。对，我其实不懂，这只解了参与费啊，因为原文我看了，拿督斯里张庆信他发布的是马来文，这个有可能是其他人翻译的，但是这也是我们唯一能看到的一个官方的东西，比较官方的东西。关于费用呢，还有一个东西，你看准证更新的费用，但这个小费用啦，铂金、黄金、白银分别是5000、3000、1500，但是备注里面又很 tricky， 他说啊，不管你拿到的是15年、5年还是20年的签证，都是每5年要付一笔这个费用的。还有一个关于费用呢，其实我觉得是有一个变化，就刚讲的定存啊，你看以前过往几版，包括去年宣布的那个新政啊，它都是说你定存满1年之后才可以怎么把50%提取出来，而这里我注意到他说的是申请成功后可提取最高50%的定存金额，这不是挺好吗？对，有可能去掉了1年，但是你申请成功后以后过1年也叫申请成功后，是包含了过1年的，我们这个是不得而知的。那怎么拿出来？你看购房、教育、医疗又加了一个境内旅游，但是你说你境内旅游、医疗人患了极其严重的病的话，还有教育，怎么才能花到50万美元、25万美元和7万5美元？至少一次性是花不了这么多。这不是不错吗？那你说不定境内旅游加油费都可以包了以后。那怎么弄？是不是要留存单据， 对吧？把它给存满，我还是都不清的。这里面最大头的，当然他也是最希望促进的，就是购房，以至于购房还单独写了一个，我们中文又是很难理解的，叫限定房产价值。按照我的想法，应该你翻译成叫购房价值下限，对吧？那你就应该清楚了。那从这个判断呢，应该是这个意思：铂金要购200万令吉以上，黄金是100万令吉，白银是60万令吉以上的房产，应该是这个意思。那以至于网上我看已经有些错误，我认为是错误的啊，这个解读出现。他说办理现在新的2家就必须要买房，这是我的，也是你的理解啊？对，我就不可能，因为既然要你买房，又何谈存完以后再把钱拿出来呢？这有一些逻辑上的矛盾。但关于这个限定房产价值，确实写的比较模糊，而且备注又是一大堆。他说10年内不得出售，但允许转售用于房产升级，这个就非常模糊了。置换，也比方说你必须要置换。比方说啊，我瞎说一个极端情况，我第1年我以白银身份，我买了一个60万马币的小房子，等到第2年它涨到90万了，那么请问第2年我是可以购置当时市价70万的，跟我原先购买60万比，还是我购买70万跟我去年买那个房子今年它70万，去年如果才50万，我能买吗？还是说我要买比它卖掉的时候90万还要再高的这个房产呢？这很方便，这只要看它购买的面积就可以了嘛，改善型嘛。那他讲了啊，购买价值更高的新房产，所以怎么做，前后时间点，我认为啊，这个都还是不清的。但他非常在意房产，他说不符条件者资格要被取消。其实听到这里已经心里拔凉拔凉，我们这是外行随便一看就是这么多疑问，我感觉要把这些问题都回答好，以一个官宣的这个成文的文件去出来的话，一定又是很长时间了。这是费用啊。好，接下来我们再讲一个我们2个非常关心的问题：工作和创业。对，因为我们原先办理 EMM2H 的时候当然我们也是来了大马以后，我们做了一个动作，就设立公司，是啊，想要去创业，这个我们觉得也可以很好的解决，感觉大马生活更加有激情，我们有更多的事情可以做嘛。对啊，但是给我们写邮件咨询的观众，他们很多人是在国内已经有自己的事业，而且是考虑要把整体的事业全部搬过来。那这条路的话，他除非申请铂金，不然他就堵上了。对，而且铂金啊，就像小曹讲，这些人可能都是大老板啊，他能在这里从商，他能够定存100万美元参与费，付了20万马币，但是呢，还允许他工作。他也不需要工作，我觉得他开个公司就可以了嘛。对，你要工作的话，其实有工作证也是可以把家属带来，也是可以念国际学校啊，对吗？对啊，所以这个设置是合用意，而且黄金白银突突全部把它给关掉了。对，而且这样的话，它铂金跟现在它还有另外一个叫 PVIP 的签证，感觉是高度雷同了，就没有什么很大的差异了。我不太熟，但是我觉得这样一来的话，我觉得吸引力是大减。对啊，尤其是不能创业，不能开公司，本来就设置了很多的限制。好，我们把这个也讲完了，我想来跟你讲一讲
下面再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参与者的对象。其实关于对象这两个字，第一个问题它是写在基本条件里了啊，说是25岁以上就可以办理。这比我们大幅下调了。其实是应该讲，35岁啊。如果你想要申请，你还很有钱的话，对，那是一个加分项了，对吧？但是呢，你说25岁的一个人，他如果不能去定存，就是说他本科毕业工作了4年，研究生毕业工作了2年，他还不能给人定存100万美元的话，那对不起，你不能来工作，啊。好，对，他可能是高净值人群嘛，他不是说了吗？他就是想吸引这种精英的高净值人群吗？对，还有 digital nomads， 这也是他的一个目标嘛。说到这个，是因为张庆新他说他要吸引的是高净值和高收入的人群，以及 digital nomads 来提升马来西亚的经济，让马来西亚变成这个 top choice。对，这是关于申请者的年龄啊，还有关于你可以带的家属中的子女，其实详细的说明了，就21岁以下，我们可以认为本科毕业以下呢，你是可以带来的。那在21岁到34岁之间呢，要是未婚或者是没工作才行啊，这是一个小的一个变动啊。关于对象还有很多事，可以带一个 helper， 带一个帮佣，不过只有100万美元的这一个组才可以带一个。关于这个点，我看小曹有个很好的吐槽，他说帮佣啊，除非你对家里特别有感情啊，你把他给带过来，不然呢，为什么不能在本地雇一个？对，以后比方说啊，我们2家，你是主申请人，你办了，我就说我是你的帮佣，我可以来吗？就管家嘛，他可能是比较厉害的那种管家级别的。但关于对象还有一个重要的，我觉得是比较重要的加分项，就除了父母，还有你的岳父母也是可以来的。这个扩大了大家讲你怎么照顾老人啊，一些整个家庭的一些考量会好不少。再来一个问题，就是关于新的第2家园的教育啊，原先你还记得12月份的时候提到过些什么吗？我是有看到一些 YouTuber 是有解读说是应该会让这个新版的2家，使得我们的2家可以在这边去读华小，还有国民型学校都可以去读，是吧？那现在呢，我们观察到这个部分啊，它是写到了基本条件里。其实这是一个 benefit， 这不是一个基本条件。他是说呢，他说参与者的子女可在马来西亚任何一所受大马政府认证的高等教育机构（括号 IPT） 求学。那这个我个人是不太懂，因为我们小孩还比较小。我去搜了一下 ，IPT 就是指那些 public universities， 在大马就像马来亚大学、UPM、UTM、UKM 那些，总共是20所 public universities， 他们是可以读的。不过我是觉得有一点奇怪了，因为这些学校感觉都挺大的，他们应该都接受国际生，所以你可以说他们能去读这个大学是什么意思呢？那他难道说顾打制的这些就对我们这些第2家园人开放？那这样不是就伤害了国民的教育资源吗？占用了国民资源。我认为就是他不会获得国民待遇，因为你也拿不出什么统考或者是 SPM 的成绩嘛，你可能还是以 international 这个 students 的身份去参加的。可能有个区别就是你超过21岁了，假设你在读研究生，那你还是要拿着第2家园的身份去办理大学的入学，因为你需要一个签证。不，我在想会不会是这样说，你去读了这个国民大学，给你这个待遇是你就想是国民的大学的费用？没有说，我不知道，但我觉得大概率啊是不行的，更多的是你念到硕士了和博士了，你不会被归在没有工作或没结婚那一类，你可以持2家的签证继续在学校拿一个签证。不过他们也说，大学的签证其实是很好拿的，所以感觉吸引力呢不是特别大，而且大家关注的像华人过来，如果可以念华小，有很好的教育的水平。也有很多人很希望小孩来读，那这一点看起来又是去掉了，是做不到的，对的。好，那我们也看到这3个组别的信息啊，我们可以分析一下，你觉得像我们看到的新的2家，你总体的感受是什么呢？总体的感受不是对我很有吸引力了吧？如果是我的话，对啊，如果你是个新申请人，对，那回到前年，回到当时我们俩还在考虑要离开中国，找一个地方可以去海外移居的话，你还会考虑第二家园吗？大马的可能不一定会考虑了吧。我觉得这半年来，如果这半年来只出了这样一个框架性的东西，还不是最后定稿的话，其实我会对马来西亚它的整个项目，还有它的政府对新移居者的欢迎度会打个很大的问号。
而且如果是像我的孩子，如果是我急着要把它办出来的话，我会觉得我等不起了，我可能就直接去找办理更快的一些其他东南亚国家去找一个替代了。你收到一些信，好像有观众也是这样对表示的。啊，有的孩子因为中国9月份是新生入学的时候，很多的一些观众朋友们，他们可能以为马来西亚这个政策很快出来，孩子都没有在现在去报名入学中国的小学，那就将来如果9月份办不出来的话，他们孩子在国内就失学了。如果是我，如果政策已经出了，有人开始办了，我还是会考虑的。这个人就代表了，在大马移居的这张签证的天花板应该还是最好的。你跟其他国家比，我还是会。但是如果我考虑的时期正好是去年12月，刚刚说会有新政，等到现在看到的只是一个框架，还有那么多不清晰的话，我可能也会犹豫了。因为这半年都这样，我都不知道往后还要多久，一定会有保证吗？对啊，就1年可能会等不起。那我们可以说，等到新政出来完全落地以后，哪些人会比较合适去办理这些组别呢？这肯定是高净值人群啊，就是衣食无忧、实现财务自由的，都特别喜欢马来西亚，而且呢有创业和购置房产的打算。在大马哦，那你可以选这个。不然你想，你即便是特别有钱，你为什么不办个黄金呢？15年、20年，我看也没差很多。对，但是条件要优惠很多了。还有一组人的画像，比如说他还是家里在国内，在中国要有一个人要再继续工作打拼的，只能是一个爸爸或者大多数情况下一个妈妈带着小孩的话，也不是说经济上特别宽裕，你会觉得可能就直接去泰国了吧？可以去泰国，也可以就在大马办一个学签，对吧？那就不一定要办这么折腾的，周期又很长的，我可能就每年去延一次，费用会比这个便宜很多啊。是，那他也资金占用不需要等了，对啊，资金占用也少，资金占用小了，对啊，也可以解决，就反正他这个是不能工作嘛，也不能创业，对啊，那这个会砍掉一部分的人了，他不能说办一个第二家园等在这儿。哦，对，讲到这个还有一点，就原先在12月的框架说，在大马每年要待的时间，原先说是60天，那现在看90天就更长了吗？现在看像我的一些朋友，对，还是要回到90天，对啊，也是有一些差异的。所以这就对像我们这种普通的工薪阶层，如果是在中国的这些申请者的话，他可能更会有一种感觉，马来西亚对他来讲可能是个跳板型的选择了，未必是一个久居的这样一个选择。对，我总的是觉得，如果是一个产品的话，它设计的是一个还是让我有一些费解的，因为它好像是告诉你最高一组铂金组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不过呢，又感觉从很多的比较来看，又感觉没差很多，但你的钱得多付很多，好像他又在条件上不停的把你推走，告诉你说适合的人不多，你不要考虑哦，这样就必须要让黄金啊、尤其是白银啊，要变得比较有吸引力才行，不然大家会想，那你还不如原先的100万马币定存呢，不然你怎么能够实现鼓励更多的存款，鼓励他讲的去刺激当地的经济和消费呢？那有没有一种可能，他其实就想吸引最高端的那一波人？对于其他来说的话，他也是希望大家找寻别的路径来马来西亚。对，但是呢，我就觉得铂金能够吸引到的人又变窄了，因为它设置了很多的条件，要不就是把门槛拉得太高。那我们来看吧，回头这个政策什么时候落地，落地的效果会怎么样，我们可以再做分享。对。